左右要直播嘛，但是呢，我一觉直接睡到了将近快1点。发鼓等会儿再。哎呀，然后呢，所以说正好我们这个时间规划的能手就把这个吃饭的时间和这个直播的时间直接叠在了一起，就给大家直播吃饭，哇，是不是？哦，这是些什么？哦，稍等哈，因为这次是用的手机直播，让我有一些功能不是特别清楚。今天吃什么？吃了一家川菜，点了一家川菜吃。我正在打开这个盖子。哎呦！哎呀！等一下哈，哎，为什么我看不见弹幕呢？完了，这个怎么设置啊？为什么我看不见弹幕呢？好乖。为什么我看不见？为什么我看不见弹幕？嗯？啊？啊？为什么我看不见弹幕呢？哦，我现在开始看见弹幕了。但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一直在跳这个点歌呀？这个在哪里呀？怎么回事呀？啊？完了，也给了我一种以前我奶奶学手机的样子。公屏设置在哪儿啊？直播管理不是这个呀。功能设置，好了，算了，不重要。就算看不见弹幕，这个场面我依然能够控制得住。马上啊，我先把外卖打开，先吃2口。
现在就是早上起来，这个人哈，就跟那个电脑一样，他属于一个刚刚才开机的状态。大家看我眼神，就是特别的清澈，就是啊，我还在睡觉，哦，这头发哇，这头发，哦，我还在睡觉，还是我已经醒了？现在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一个状态。哎，我又可以给看见弹幕了。哎，我可以看见弹幕了，我可以看见弹幕了。哎，可以看见弹幕了，啊 ，OK， 现在呢就等于是我们呢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直播流程。在这个直播之前呢，首先还是那个烟花大家都看见了吧？非常感谢抖音，非常感谢流漾烟花。然后呢，虽然我没有身临其境的，就是去现场去看哈，但是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去多去感受一下这种非遗文化。大家觉得那个是不是很厉害？哎，筷子呢？这家饭馆他没给我筷子。没有筷子。今天他不给我筷子。早知道我给他备注一下了。我还点了一个冰粉，勺子也没给我。哇塞！早知道我给他备注一下，我说我今天生日，请给我一双筷子。哇！是真的没有筷子，这合理吗？米饭，今天是我生日，就算没有筷子，我一样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你看啊，这个展示一下，这种没有筷子，我们如何能吃到这个里面的饭呢？因为它就是这种塑料的那种壳嘛。我们可以把手指头垫在这个下边，哎，稍微往上顶一顶，你看没？这个饭就溢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就可以吃到这个饭，不需要筷子。哦，发锅可以当筷子用，我的天哪，天才！你是要我这样，你是让我这样去吃饭是吗？啊，这个就是我跟你说啊，一个人的智慧就是我们都长了脑子它就是用来思考，就是用来就是想办法的，知道吧？你看没有筷子，我一样可以吃到饭，稍微给它挤一挤，给它那个。还可以吧？那我点了冰粉简单，直接喝就行。然后因为面还有一些小料嘛，你直接喝呢，它不太匀称，所以说我们就转着喝，这样就一边都能喝一点，它这个味道就匀了。
哎，再啃一口饭，哎，我们这个就体现出我前门牙的好处了。哎，我前门牙比较长，有的时候像这种啃这个饭，它就可以像那种像一个小勺一样，哎，这么去勾。虽然没有筷子，但是这个场面依旧在控制当中。放心，吃点菜，哎，吃点菜，哈，简单一份鱼香肉丝。这个时候没有筷子，那怎么办呢？怎么吃到这个鱼香肉丝呢？我也没想清楚，因为我也不想喝到这个油，因为毕竟是主要是吃菜嘛，因为下边有油，我怎么能喝一口把油喝干了我再吃菜？那是不行的。那我们需要用什么方法吃到这个菜呢？这是个问题啊。用手抓肯定是不行的，这不卫生是吧？哎，不卫生。怎么办呢？想想，除了发箍，哎，除了发箍以外，我们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吃到这个菜呢？好像没有没有办法。我有办法了。等一下啊，天才，知道吗？牙签。一切都在掌握。它虽然没有餐具，但是它有牙签。我甚至可以用牙签来签这个饭吃，只不过这样效率太低了，我还是使用那个用手顶一下比较好。也有可能是我忘点了那个给餐具，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个选项。但是没事，就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就是突发情况，出门了，手机没充电，是不是？开车去，车没加油，对不对？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只是说换了一个方式，就是要微笑开心的去面对这种突发情况，也不能没加油，好烦，手机没充电，好烦，不烦，开开心心的，一点都不烦。用牙签吃饭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一样的。对不对？对不对？出门
哎，今天出门玩，哎，结果下大雨了，哎，一下心情就不好了。不，下雨它有下雨的玩法，是不是？没有筷子，我有没有筷子的吃法？你别说，因为这个牙签哈，它只能插那么一点点东西，这样吃起来特别香，别有一番风味。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的弹幕了，但是你们发的语音呢，它不会自动翻译出来。吧唧嘴，我在家吃饭。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比如说，今天我是去吃席，或者是去吃一些就是很多人在的那种，就是有很多人在的那种，大场面，特别的端庄，知道吗？就是吃饭我嘴都不会张开，就是这种。但是在家里边随便吃没事。开眠了吗？开了，因为这边它比较暗，房间比较暗，所以说我开了一点点的清晰和美白。白头发，哎呀，很正常啦，都30岁了，今天30岁正生，今天正30。今天正30，就跟白头发不是很正常吗？是吧？哎呀，鳝鱼，我的爱，除了蛙以外，我的爱就是鳝鱼。真的很好吃，鳝鱼真的很好吃。看不出来有30岁，跟实际年龄有30岁，这是两回事儿。不过无所谓啊，心态很重要。心态很重要。你别说，用这个牙签吃还挺方便的。你看，来吧，看你们那么想吃，来一根鱼香肉丝。有点微辣，快！前面的人掉出来了，没事。前面的人快告诉一下后面的人，为什么我在用牙签吃饭？用牙签吃不会塞牙吗？那就更方便了。你用牙签吃，吃完了之后，如果你发现塞牙，正好就用牙签给它剔掉，哇，一举多得。哦，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我的生日，它也是跟这个中秋节
叠在一块儿了，也是2天都是叠在一起的，但是我忘了那一年，我忘了。哎，问了，如果牙签也没有怎么办？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牙签也没有怎么办？我还有牙刷。我有牙刷，牙刷就不一样了。我用那种比较硬的那种，很硬的那种那个刺儿的那种，刷一下，说不定还能刷很多颗饭。哎呀！吃了一个巨硬的东西，嚼不动，不知道是啥。月饼，身边没有趁手的月饼，我提前买了的，但是买给家里了，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份，然后吃完了。还没有到，今天就已经吃完了。等一下，突然塞住了一下。解决了。啥味儿的月饼啊？我月饼啊，我的口味哈，我的月饼一般吃什么呢？云腿，蛋黄，但我不爱吃那种。我之前吃过一个那种流心的那种蛋黄，也好吃，只是说我喜欢吃那种可能咸一点的，或者是那种，就是能够，就是看见那种硬的那种蛋黄。那种硬的那种蛋黄，哎呀，这个冰粉是用牙签是戳不上来了。然后就是云腿，但是我在网上买到了一款云腿加火腿肠，云腿加火腿肠的，不是云腿加蛋黄的，很好吃，我吃，非常好吃，非常好吃。但是呢，它是一个大礼盒，它是一个大的礼盒，我就只吃了那个，我就只把爱吃的那个味道，那个云腿跟那个云腿蛋黄的那个挑出来吃，非常好吃。月饼晚上看在哪儿买一个吧，或者就
在那个网上再买2盒。对，过生日高不高兴？那肯定，我天天都高兴。正常情况哈，我天天是处于一个比较开心的状态。好呀，滴点油。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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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谢提醒，我看见了，下巴上有点油。吃完饭准备干嘛？吃完饭，跟你们说一下我往年的生日不是，就是在没有从事这个艺人工作之前的生日，大概就是跟约个2、3、4个朋友出来吃个饭。就是约一个2、3、4个朋友，2、3、4个，差不多吧，然后一起吃个饭，就差不多结束了。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对，我看有人发现，大概就是这样。对，蛋糕只是一个比较仪式感的东西嘛，那个可以要，可吃。什么时候打游戏？哎呦，后边2天吧，后边2天，争取在我也不知道几号，反正这个假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时间，反正看有空就那个呗。差不多吃饱了。看下一次打游戏，下一次的游戏直播你们就看着吧，这段时间苦练枪法，虽然是在3角洲练的但是呢，可以应用到任何的这种射击类的游戏里面。然后呢，该下好的游戏我已经下好了，等着，你们就等着吧。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生日快乐！对，生日快乐！看我的精神状态，其实还是挺快乐的吧？对。怎么了？开美颜怎么了？我开美颜怎么了？今天我30大寿，3旬老人了，30了，我开一个美颜让我看起来像20出头的感觉，有问题吗？不合理吗？没有问题吧？有问题吗？
嗯，就开美颜，我眼睛开大。我现在又掌握到了一种技巧，就是那种这个叫什么呢？无理取闹。就别人说，哎，你长白头发，我就长。哎，这招好无敌呀！学到了，我学到了。哎，我学到了，哎，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感觉。快，再说一个，你这是胡言乱语，我就胡言乱语了，我就是胡言乱语，怎么了？等我先剔个牙。哎，我就剔牙，怎么了？我就剔牙。叛逆期到了，我就怎么了？疯了！等会儿，公司发消息来，不管，我就播，疯了。现在就是这样。学会了，哎，悟了。30岁的时候我悟了，我突然茅塞顿开，打通了某股经脉。我现在脑子里面就是有一种特别说不出来的感觉，很畅快，很想那种那种感觉，哇塞，这种感觉，哇，我明白了，彻底大彻大悟，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哇！高颅顶怎么教的啊？怎么搞的？教你。高颅顶，你去贴头套，哎，你去来拍古装，拍不了2年你就变成了高颅顶了。哎呀，2年不行你拍3年，3年不行你就拍4年，你不拍戏也没事，你就每天买一个那个头套，往回粘，哎，给自己就是把那个发际线往后粘，粘，你就会变成高颅顶。就这样了，30岁不管了，不讲究这些了，已经无所谓了。想学重庆话，我教你们重庆话。虽然哈，我说普通话说了很多年了，对，说了很多年了，但是我是在
上工作之后开始慢慢学的普通话。但是我的重庆话，我想说的是，我的重庆话一样都没有落下。我回去见到我的重庆老乡，他们都觉得我的重庆话很正宗。当然是他们觉得哈，他们觉得很正宗，但是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正宗的，真的。想学什么哪句话，你跟我说，打在这个弹幕上，我教你们怎么讲。先教一些日常的，这个就跟那个教英语一样。哎，最近我就是在抖音上哈，我买的那个月饼就是那个，不要直接提别人那个不好，就是某位艺人的月饼。然后呢，我还刷到那个学英语，也是某位艺人教英语。对。哎，话说回来了，重庆话说敖瑞鹏怎么说？敖瑞鹏，绝对就是这么讲的。比如说我现在哈，敖瑞鹏教你重庆话，敖瑞鹏教你重庆话怎么教哈？比如说你今天准备去重庆旅游，但是呢，你想装一装本地人，下飞机之后你应该怎么做？你肯定要去打车嘛。我们那边的出租车呢，它叫头儿车，哎，头儿车就是那个黄色的，对。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想去哪儿，假设你想要去洪崖洞，或者是去观音桥，你要上车要短促有力的，就是很随意的就上去跟师傅说，哎，一开门行李一放，坐上后排，师傅观音桥啊，这个就很简单了吧？来跟着我学一遍哈。师傅观音桥儿，有个带了一点点的儿，带了一点点的那个儿化音，然后你再说快一点，师傅观音桥儿，哎，别人一听本地的，哎，直接把你送过去了。洪崖洞是不是有名的旅游景点了？在重庆是不是？你要去洪崖洞，临上车，哎，师傅，我要去洪崖洞。哎，听你外地的，对不对？你要如何冒充本地人呢？这个是你重庆话，你就得派上用场，你得流利一点。那个师傅还是跟刚刚那个师傅是一样的。师傅。洪崖洞，那个牙是哎，就是我们那边反正是这么说的哈。我把头发再箍起来一下，它有点太飘逸了。啊，算了，这样也很飘逸，不重要了啊。我就不懂，不懂啊，不懂了，我就从这儿。好，我已经学会了这一招了，这一招太好用了。很爽，知道吗？使用起来这个技能很爽，这个就像我的一个 Q 技能，我的一技能，对，我的一技能就是胡言乱语，就是当解决不了的回答的时候，就会发动一技能胡言乱语。我争取以后让它变成我的一个被动技能，一技能胡言乱语啊，不，哎，就是这样，哎。洪崖洞又说跑了，我这个人已经发现就这个问题，就是说着说着他就会容易就是跳脱出去，跳到另外一个东西上。哎，来，还想学什么重庆话？大家刚刚那两句肯定已经学会了。师傅观音桥，师傅
好外头，对不对？好，还想学什么？别拉头发了，我去了，我去了，我就弄头发，怎么了？弄头怎么样？好，再给你们打个比方哈，你去点了餐，你去比如说餐厅饭馆，哎，你不说话，让他拿菜单，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哎，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你可能说，哎，你好，服务员，拿一下菜单，对吧？我们那边统一都是老板，老板，当然也有其他的喊法哈，就是帅哥美女这种类似的哈。但是呢，我一般的老板，菜单儿，加个儿，老板儿，菜单儿，哎，加个儿哈。比如说，老板菜单儿，哎，他就把菜单给拿来，你就别说话了，你就只学这4个字，然后把菜点好。老板菜单儿，哎，一样的，然后你就拿给他呢，他就去了，做好了之后，你付款的时候，你就要说了，老板收钱，别人一听，哎，你本地的，是不是？老板收钱，声音大一点啊，主要是我不好，声音放太大了。老板收钱，啊，就来了，懂了？真的，我觉得哈，就是虽然我经常说普通话，大家见到我基本上都说普通话，但是我还是觉得重庆话，就是自己说自己的家乡话说起来很有意思，然后那种感觉不一样，那种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菜是不是卡在牙缝了？我看一下，就卡牙缝怎么了？我就卡牙缝，装饰不行吗？装饰。不行，好，祝别人，哎，重庆话怎么打招呼？看你跟谁打招呼，看你跟谁打招呼。比如说哈，我们那边的尊称呢，一般都是说老师。比如说你在街上，也要去问路，你问随便带的任何一个人，任何的职业，任何的街上走的人，你都是要亲切的叫一声老师。老师，比如说你要问观音桥怎么走，老师，观音桥啷个走哦？呀，你叫老师一定没有问题，你叫老师一定没有问题。你叫老师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来，跟着我稍微学一遍哈。来，让我们看看你的那个水平哈。老师，C， 就是不要有翘舌音。老师，观音桥啷个走？
老师，洪崖洞啷个走？你们已经学会了观音桥和洪崖洞这2个词语了吧？这个是一定会了吧？这个要是不会的话，拖出去500大板。哎，对了，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发语音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哎，老师，观音桥啷个走？老师，洪崖洞啷个走？啊，再说，你要说好吃，好吃。别人问你，哎，你这个好不好吃啊？好吃，好吃。哎，对了，今天我们至少都学了2个地名了，是不是？你以后去重庆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同学，带上你的朋友，或者带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带上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之类的。别人说，哎呀，那个谁，你之前来过重庆吗？你就跟他说啊，我没有来过，或者说我来过都行。然后那个时候，你用一口很标准的重庆话，跟那个，比如说你带你妈哈，带你妈，妈，来，我去打车，上车吧。上车，你上车之后，你直接就是师傅观音桥，哇，太帅，不要太帅了。然后你妈或者是你爸，你就会在旁边，哇，你刚刚在说什么？你怎么会说重庆话了？一下就派上用场了。英语我教不了，英语我教不了一点，英语我教不了一点点，一点都不行。我的英语水平实在是的，我有自知之明。好，中秋快乐。用重庆话怎么说？这个时候大家学习一下了哈，这个认真学习一下哈。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他对重庆特别感兴趣，他很想去重庆玩，这个时候你马上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学到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把语音发给他，你就拿起你的手机，直接一条语音发过去。中秋节快乐，用重庆话的版本怎么说？首先哈，你们先凭感觉去说一下，去领悟一下刚才那个观音桥、洪崖洞，然后你再翻译一下中秋节怎么说，你觉得该怎么说？感觉有的人是说对了的。好，教一下哈，中秋节快乐。老师，中秋节快乐。懂了，老师，中秋节快乐。懂，就大概就是这样了。当然哈，因为我们就是不同的区啊，不同的地方呢，它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出入，很正常。比如说，好像反正就是有些也是重庆的朋友，他们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区别，有的地方，但是倒差不差，放心，倒差不差。生日快乐怎么说？比如说哈，你现在是比如说你在街上，我这头发已经无敌了，太长了，主要是，而且我头发很细，然后
就是它比较顺，所以说我每次都得把它弄上去，不然它就会这样，它就会往下很贴这种感觉。生日快乐！比如说你说敖老师生日快乐，敖老师生日快乐！哎呀，有点温柔。哎呀，敖老师生日快乐！哎，这种感觉都是比较正常的了。对，敖老师生日快乐！敖老师生日快乐！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哎，好了，今天我们的下午要去跟我们朋友出去玩一玩。是的，今天又是节假日嘛，然后呢，对，所以说我的这个直播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期待下一场吧，期待下一场我的。让你们真的，我实话实说，让你们见识真正的技术。这次是真技术了，这次是技术，真的是纯技术了，纯靠技术，不开玩笑，让你们见识一下天赋和技术。30岁，我的游戏天赋并没有消失，这个我绝对不用去考虑的，非常放心，绝对的，没有任何问题。你可能说，哎呀，白头发，哎，你可能说反应没那么快，不，其他都可以变。我的游戏水平，如果我哪天看到自己菜的发懵，我就不玩了。但是不可能，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个我有自知，放心。过几天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时间。真技术。给大家展示真技术，真正的技术。O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各位老师中秋节快乐！高录点，就高，怎么了？录点就高，怎么了？我就要高录点，我怎么了？怎么了？我今天已经悟了，我跟你们说，我悟了，我以后都这样，疯了，发疯了，下播，我去下播了，我下播，中秋节快乐！